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别怕。杜宾，按照军规，女子私入军营，斩！且慢！如此处置，我觉得不妥。为何不妥？她既然是将军夫人，那便不是混入军营的闲杂女子。况且，自从她入军营以来，献巧计，救伤员。大哥，就连你身上的剑伤都是人家日夜操劳、精心呵护之后才照顾好的。你这样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给……反正我觉得不公平。对，不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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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不依规矩，难成方圆。她虽然是我尚未谋面的夫人，可她犯了我制定的军规，我袁不屈，赏罚分明。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对啊，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纵容亲眷之罪，也该罚。来人，袁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不可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我们本就是一体，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受呢？打！将军，动手！得罪了将军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，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，不负雨，不负人间，亦不后情。将军，老朽乃义军之军师，最是遵守军纪。且听老朽一言：当年三国曹丞相有马踏青苗必须斩首之禁令，可偏偏又是丞相的马匹践踏了青苗。为了严守军纪，丞相要自刎谢罪。如果不执法，丞相又不允。后来，众军师请命，要丞相割发代首，以示谢罪。对，割发代首。不知者无罪。将军的牵连之责已然执行，此事就罢了。让军无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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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
今日我就效仿三国曹孟德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骑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低鸣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。真没想到，是你满天上将军夫人既是诸葛之侄，一骑良方，妥善亮出了自己的身份，还让嫔妃擦亮了双眼，认下你这个嫂嫂。有得亦有失，你看我这长发，不就被你无情的削去了？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骑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低鸣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这是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夜雨蒙蒙扬州行，山高水远情不离。良辰美景，透出深情相依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一愿作对须惋惜。郎情妾意，此情不移。
若谦，我给你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你过来看看还缺什么？秀媛，让你费心了。什么话？啊，对了，你等着。来试试，这是我给你新做的。这得花费不少的银两吧？这算什么呀？这2年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自己也不知道置办2身新衣服，看着让人心疼。转2圈看看。确定是2圈？1圈，2圈。还不错嘛。秀媛，我都懂。若谦，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，你说。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。都老夫老妻的了，有什么愿意听不愿意听的？哎，我说你一个性格直率之人，怎么也变得扭捏起来了？你说，我们俩也快3年未见了吧？这才团聚了2天，你明天又要走。等这仗一打胜，我立刻回来。可是你去那么老远的地方，又是疆场，我不放心啊。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哎呦，我不放心就是不放心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你带我也去吧。不行。怎么就不行了？这路上多一个伴儿，他怎么就不行啊？路途遥远，而且军中环境十分的恶劣，我是怕你受苦啊。我不怕。哎，袁将军他还颁布了一条军规，不得任何女子步入军营，否则格杀勿论。那你徒弟不是女的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她是女扮男装。那我也女扮男装。不行，反正我说过，不行就是不行。现在已经有一个了，你再去不是添乱吗？秀云，秀云，其实能和你再次相见，我就已经别无所求了。别无所求还乱跑？我那不是乱跑，我去边城，把那大事有头有尾的做完，你就在家安安心心的等我回来，好吗？爹娘，齐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说吧，什么事？齐三公子来了。行，我们知道了。得知师父明日就要启程，徒儿特地前来倾听教诲。其实别的也没什么，只是那人阴险狡诈。你和玉壶虽然多次挫败他的阴谋诡计，但也不可总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埋，迫于招架。应该让你的祖母早日看清他的阴险嘴脸。师父言之有理，不过此人在祈福蛊惑人心已久，奶奶对他深信不疑，恐怕这逆耳之言听不进去啊。师父，徒儿突然想到一计，我想让奶奶尽快知晓柯世昭在寂静堂父母身上犯下的恶行，怎么样？
好计。天磊，我走了之后便可使此计。敬堂感念公子能出此计谋，恳请三公子早日为我九泉之下的父母报仇深冤。敬堂兄弟，此仇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但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多谢三公子，快快进去，不必多礼了。师傅，那你明日启程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我和玉虎就先回去了。师傅，一定要多保重。好，保重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干爹干娘早点休息，我便先走了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故弄玄虚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你化成灰啊，我也认得出来。不好玩，本来人家就是想让你试试我的功夫长进了没，这么早把人认出来，没意思。我早就知道你一直跟着我呢。怎么，真的要跟我一起去边城呢？那当然了。我从不说二话。可人家军营中有规定，不许女子入内。那我不住军营，我们到军营旁边找个房子住。那是军营，旁边哪有房子呀？反正我不管，你上哪我就上哪。我是真拿你没办法呀。你答应我去啦？天磊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想什么呢？虽然师傅也赞同我们的计策，用这个方法，不仅可以让奶奶知道寂静堂一家被陷害之事，也能让她知道柯世昭的真实为人。那有什么好顾虑的？但是揭穿此人，又谈何容易呢？你是怕奶奶不相信你？奶奶自然是更相信他了。为什么呀？奶奶年轻时喜欢养兔子，最宠爱的那一只脖子前有一撮红毛，后来得病死掉了，奶奶伤心不已。偏巧，远在江浙的姑母足月生辰，诞下一名男孩，这名男孩的脖子前竟然也有一块红色胎记。奶奶听闻之后，便以为是玉兔转世，亲自前往江州查探，之后便倍加宠爱。此人就是与我大哥同年生辰的柯世昭。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！这个柯世昭极会笼络人心，整个齐府上上下下，除了我母亲、雅妹之外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好。你觉得，要是我们没有掌握他的铁证，奶奶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？
有道理。所以此计还需周密行事，最好是能够支开柯使者，单独向奶奶汇报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唉，要是他不在府上就好了。对呀，奶奶一直想收回一家外地的商铺，我可以在奶奶耳边吹吹风，让她派柯世昭去速速督办此事。就这么办。柯少爷，听说你要出门啊？老太君吩咐的事，不得不去。不过听老太君的口风，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，才让我去收了那商行。这三少爷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，这次都是怎么了？还有那个三少奶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搞不好这一次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。小巧，我此次出门在外，府里的上上下下，你要好好留点心。老太君来了。小巧啊，你身为老太君身边的人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会忘了？老太君曾多次说过，人前爱争长与短，人后必然话是非。你以后所有不顺心的事，一定只可以跟老太君讲，不可以人前人后的乱讲，记住没有？是，柯少爷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哎呀，你走了。还有啊，我走之后，这府里的上上下下一定要多留点人盯着，还有三少爷那边也要留点心。你看，轿子已经备好了。少爷，您的包袱。来，起轿，走了。天磊啊，找奶奶有什么事吗？奶奶，最近咱们这儿来了一个戏班，叫鸾喜班，他们演的剧目，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呢。现在已经唱红了整个林州城。行吧，那就把这个戏班请到齐府来，为齐府的老老少少专门演上一场，可好？行。二老爹娘在此休息片刻，带去早晚随来。好。哎，天高望地远啊！有缘父此生啊！你们逃得出江东，却逃不出我的手掌。哎呀，周公子啊，你为何就少不了我们呢？阴曹地府，讲理去吧！上。
怜的。见爹娘。哎呀，好了，奶奶，您别哭了，这哭坏了身子可不好。奶奶，您觉得这出戏如何？这个戏是不错，就是太苦了点儿。哎，这个戏叫什么来着？叫《丁郎恩仇记》。那个演丁郎的小生啊，唱功不错，做工也不错。奶奶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丁郎可是确有其人，这出戏也是真的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丁郎是我朋友的一位亲戚，现在就住在我朋友家里。哎呀，这可怜的丁郎啊！奶奶，您想不想见见这个丁郎？也好，改天你把他带到齐府来，咱们好生的安抚安抚。好，那我明日便去请他来。奶奶，那你就不能伤心了。好。奶奶，我新寻得了好茶，一会儿让小巧姐跟着小喜去取。小巧姐烹茶的手艺，您是最满意了。等泡好茶，给您好好尝尝。好，行。小巧姐，随我来吧。那茶呀，可香可香了。是吗？您肯定会喜欢的。奶奶，见过老太君。起来，不必拘礼。起来，快起来。你就是戏文中的丁郎。老太君，丁郎是戏中人的名字，小生姓纪，叫敬堂。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吧？我是江州人。江州人，人长得不错，名字也好听。就是你的命太苦了。昨天那戏看的呀，惹得我这个老太婆直落泪呢。你的爹娘死得也太惨了。老太君，他们杀害我爹娘的手段，比戏中的还要残忍。别难过，别难过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问问你，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写到戏里，让大家都知道呢？戏班班主怕惹祸，只能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。况且我爹的冤屈，也不是一场戏可以说明的。戏说不明白，嘴能说明白吧？老太君，那戏里的周世彪是借刀杀人，可那江州的周世彪是用毒计害人，心狠，手更辣。他们为什么要缠着你家呢？江州城东有一恶霸，恶贯满盈，坏事做尽，而他的儿子周世彪，跟他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人称玉面郎君。我们家在城西经营着一家药馆，本来与他们周家毫无瓜葛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还是被那恶人盯上了。那他们有何图谋？他们看上了我们季家的药馆，那是块生意兴隆的风水宝地。起初，只是派人出价收购，我爹爹一口回绝了。
后来他心有不甘，便想出了一条丧尽天良的毒计。毒计？什么毒计？奶奶，您先别急，听他慢慢说。好，你慢慢说。那恶人周世彪一心想要我家的地，但是又不能从城东到城西去强抢，于是便挖空心思的陷害我家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江州的大街上东游西逛，看到了一对乞丐母子坐在街头乞讨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毒计。他别有用心地走到乞丐母子面前，说这乞丐母子的样貌像是他家一个什么远亲。一番花言巧语之后，周世彪让人把这个乞丐骗回家中，大吃大喝，让这个乞丐吃得好穿得好，犹如平地升天。如此，他也就乐得跟在周世彪身后收租讨债，狐假虎威，当了一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甩手公子。这个乞丐在周世彪家中一住就是半年。有一天，这个乞丐公子偶然得了小病，周世彪便请了个郎中给乞丐把脉瞧病，开了药方。乞丐公子便拿着这张药方到我家的药店去抓药。为人朴实的爹爹，万万也没有想到其中有鬼。他按照药方抓了药，给了这个乞丐公子。公子，你拿好。谢谢少爷。之后，周世彪又派人偷偷将真药换成了毒药。乞丐公子喝下去之后，顿时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。贩卖假药，谋财害命，跟我见官！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季家药铺一向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。快走！周世彪让他的手下抬着乞丐公子的尸体到我家店门口大吵大闹。爹爹和他们理论，可是这帮恶人蛮不讲理，硬说爹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乞丐公子。他们不由分说地把爹拖进了衙门。收了周世彪贿赂的县官，用酷刑逼我爹爹招供。可怜的爹爹，蒙冤寒躯，惨死狱中。这个恶人丧尽天良，用无辜乞丐的性命嫁祸你家药铺，谋财害命。你刚才所说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当年敬堂想去官府报官，却被那周世彪买通的狗官赶了出来。恰巧在门口遇到了那位乞丐老太，乞丐老太也觉得他的儿子死得有蹊跷，便去质问周世彪。这周世彪便派人在他的吃食里下毒，幸亏有个心善的小丫鬟提醒了他。老太知道周世彪要赶尽杀绝之后，便连夜逃走了。可这周世彪心狠手辣，竟派了许多人去追杀老太。老太受了重伤，眼睛也瞎掉了。他心有不甘，想去报官。途中我遇到了他，我带着他一路逃离江州，却不曾想，这周世彪派人连夜追赶我们。混乱之中，我与那老太走散。唉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敬堂，你今日来，就算是我们有缘。这样，我送你一些银两，祝你日后去寻找那证人瞎眼老太，再去状告周世彪。若是我说出那周世彪的真实姓名，奶奶，这戏中的丁郎实是季敬堂，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，是谁？禀告老太君，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，正是来自江州的柯世昭。
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江州季家药馆掌柜之子季敬堂。那柯世昭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请老太君替我做主。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这是我爹临死之前亲手写的，连狱中的狱卒都动了恻隐之心，才将它转交给我。敬堂报官无门，又与老太走失，丢了人证。听闻七老太君您有仁爱之心，又慈善公正，定不能让那柯世昭毁了您齐家的名声啊！于是我才斗胆来见您，求你给我个公正。原来他是来告世昭状的。既然这个案子他官府都管不了，又没有证人，我一个商户老太太更不方便插手。再说了，你刚才所说的也只是一面之词。天磊，在，你去取些银两送给他，让他好好回家。是。敬堂感谢您的善爱，但敬堂不为银两，只求替我父母还个公道。祝老太君福寿康宁，敬堂就先告辞了。我去送送他。天磊，你是怎么认识那孩子的？有一天，他在咱们齐府大门口吵嚷，说着要见你，让您替他做主，结果引来了王胡子等人，将他暴打一顿。我与冰燕正好路过，将他救下。世昭在吗？他不在。那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孙儿想，毕竟此事牵扯3条人命，又与柯表兄有关，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便妄言相信，还想等着查实之后再说也不迟。天磊啊，季敬堂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。世昭现在是在替我办事，办的都是我们齐家的大事。如果让他牵扯到官司，那受损的可就是我们齐家了。奶奶，这季敬堂家的冤情早晚都会真相大白，但是咱们齐府的大事，您还是尽快收回自己手中比较好。奶奶，这传说不可能空穴来风。这江州，我看也是个多事之地，会不会是因为柯表兄常驻江州，沾染了一些江州不好的风气，把厄运带给了咱们齐家呢？你不要胡说。孙儿没有胡说。若是咱们齐府没有厄运，为什么我的大哥会不明不白的一觉睡死？又为什么我的二哥会莫名其妙的被毒蛇咬死？为什么我的燕氏小妹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？为什么齐府上上下下会说我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呢？天磊，你不要再说了。
奶奶，孙儿不是要吓唬你，是咱们齐府当真有邪气啊！你不要再说了。快走2步。少爷辛苦了。快点，少爷请。把药拿到后面去。少爷您慢点啊。柯少爷。柯少爷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先把东西拿进去。哎，快，小跑2步，来，快点。去。小巧。你来和我说说，我不在府中这几日，这府里都发生什么事了？那3少爷和3少奶奶给老太君请了戏班子来演戏。后来呢？第2天，我本陪在老太君身边，却被3少奶奶支开去烹茶。回来的时候，3少爷带着个少年在与老太君说话，老太君满脸不悦。小巧，你可有看清？这少年长何模样？被3少奶奶带着匆匆的走了，我站得又远，看不清楚。反正17、18岁，人挺精干的，块头不大，白白净净的，看穿戴倒像是外地来的。小巧啊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盯着他们呀？我怕被3少奶奶看见，她鬼着呢。打死他！对了，那人就是那天门口挨打那小子。又是他。小巧，你告诉我，你可知他向老太君说了些什么？外祖母，世昭拜见外祖母。世昭，你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来，把东西放过去。哎，外祖母，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给您带的礼物。又带了这么多东西。外祖母，您慢点。你每次归来，都给我带这么多的东西。唉，我一个老太婆，能吃多少，能用多少啊？以后啊，就别花这个钱了。外祖母，这些事您不必介怀，以后啊，世昭都听您的便是了。还有。各方亲戚，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。今天呢，这2罐茶叶我收下，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。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给您带的礼物。以后啊，就别花这个钱了。还有各方亲戚，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。今天呢。这2罐茶叶我收下，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。你母亲那儿，就说是我送给她的礼品。是，外祖母，都听您的便是。来，喝茶。坐下吧。
我呀，就剩下你母亲这么一个女儿了。多年不见，十分想念，所以我想到江州去看看她。外祖母，您年纪大了，腿脚多有不便的，不妨让她来林州看您。这江州啊，实在没什么好看的。哎，我就去过江州一次，来去匆匆的，也没见过什么好的景致，所以我想，这江州没什么好看的。外祖母，实话跟您讲，这江州的确是我的故乡，虽然不算是什么风雨之乡，但确实也是一个富庶之地啊。可惜，这江州民风不好，多处泼妇刁民，实在是令人感慨呀。不对呀，当年你父亲在江州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，怎么敢招惹你柯家呢？正是因为我父亲有此背景，还为人正直，眼里从来揉不得沙子，所以宿敌、仇人也多。而如今他已经不在了，可就是有这么一些奸佞小人，喜欢恶意造谣、肆意诽谤。就这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我们柯家这好好的名声，全都给传坏了。原来江州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看来此事也不可听一面之词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世昭啊，你刚回来，一路辛苦了。等你休息好了，再来给祖母讲讲外面的一路风景。是，外祖母。那世昭先行告退。柯少爷，您找我。老官，我正好有事情要吩咐你，请讲。江州有一位瞎眼老妇乞丐，我要你带着兄弟们暗中查访，找到最好的时机，除掉他。明白。所以，老太君信了吗？方才老太君找柯世昭问话，柯世昭出来只是神色坦然。根据推算，奶奶并不相信寂静堂所说的。捉贼拿赃，奶奶不信，我们就把证据摆在她面前。对呀，这寂静堂是受害者，奶奶不相信；但若是把瞎眼老太找来做人证，岂不是铁证如山？奶奶自然就信了。只是这老太太在山高水远的江州，我们被困在宅子里，出也出不去啊。我有办法。那太好了，我可以说。小声点，我的姑奶奶。天磊，奶奶来了。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旧疾又犯了？奶奶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一定是前段日子他太累了，累病倒的。奶奶不碍事的。最近天气闷热，孙儿胸口憋闷，早些年
刘师傅在，都会带我去山林别院静养。今年师傅不在，身子也就虚弱些。哎，奶奶，要不就由我陪着天磊一起去别院小住几日。听天磊说，那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或许对养病有好处。我怕，若是等着刘若谦师傅回来，天磊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也好，要不这样吧，让你表哥派人送你们俩过去。奶奶，表哥他还要打理咱们齐府的生意，公务繁忙，就别再劳他费心了。有冰燕陪我，一切都会处理得妥妥当当。冰燕呐，那我就把天磊托付给你了啊！奶奶，您就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我见燕生妹妹整日闷在房里，能不能把她也带上啊？那个别院清新又安静，方便她散心。行，行。少爷，看来三公子病得确实不轻啊。不可以大意。你的人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的人绝对靠谱。小姐，就是那个，她是王胡子新招来的车夫。狗腿子！不急，将计就计。小喜，你跟燕生先走，记得去东街办事，一切小心。是。从东街走，出发。是。赶紧出发！去。停下！三少爷的补药还差了几副，我去药铺抓了带上，免得别院私下没有药铺，耽误了三少爷养病。你们先等等。兄弟，来，帮我看会儿马，我去拉肚子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就回来。快点啊！慢走。就按药方上的准备。
这是您的药，5两纹银。哎，银子，谢谢。哎，药抓好了。三少爷身子弱，受不得颠簸，你们啊慢着点儿，咱们也不赶时间，压着点儿走。啊。慢着点走啊！去。我与三少奶奶在这内房当中养病，尔等不要打扰。你们便守在这大门口，住在偏房中即可。如有不听命的，待我们回府之后，三少爷禀明老太君，肯定会重罚，并且打发你们出府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搞定了，什么时候走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今夜，清风拂林之时。今夜怎么走啊？师傅在此别院还另有一条西径。小喜，你便安顿在此，按计划行事。明白，三少爷。哟，二位兄弟职业辛苦，上好的女儿红，来2口。来，这个时候不能喝。哎呀，夜长喝2口解乏嘛。来，一块喝，来，喝呀！快！来，三少爷怎么今天那么安静？给我再喝一口。三少爷、三少奶奶，吃点点心吧。来，给我一口。谢了，多谢啊！没事，辛苦啊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，真精巧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。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。好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杨子，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？还行吧，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。是。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，速寻找证人夏言老太，然后赶紧回来才行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，在你们齐府都要待烦了，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。哎，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想玩的应有尽有。那赶紧走吧。走啊，跟我比一比。
行。这。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。我要在星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去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我喜欢这个好一地动山摇，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和着相思谣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。娘子别打！哎，让你下。娘子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各位朋友，江湖九流聚兄弟，出门在外靠朋友，顺风耳、千里眼、欲寻宝驹、找马眼。这谁？原来是道上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您说，但凡是我们知道的，必定告知。诸位兄弟，你们可否认识一位瞎眼老太，年约50岁左右？他的儿子也曾做过乞丐，还曾跟随贵人逍遥过一段时间，却在1年前离奇的死了。朋友，这单生意我做不了。酬劳可谈。你们不是江州人是吧？的确不是江州人士，但俗话说，在外靠朋友，请各位兄弟卖点面子，给些消息。朋友，我们只是来打听一点消息，并无敌意。方才这位兄弟说做不了，这做不了3字，况谓含糊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。2位贵人睿智，我等不便趟这趟浑水，还请2位朋友莫要再逗留，离开此地。兄弟，你不便说，我们也就不问了。这些钱财，你拿着，给诸位兄弟分一分，买些吃食。此事我们说不得，不过2位可以试试去逍遥楼找二报神，他法眼通天，只要银钱给的够，什么消息都可以在他那儿买到。多谢。官爷，刚才有对年轻夫妇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。什么人？听口音不像江州人士，
那男的一副白面小生的模样，那女的倒是有几分姿色。哦，对，还有点江湖气。这样，你带兄弟们一面继续暗中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，另一面给我死死地盯紧了这2个可疑的人。一旦有任何消息，立马来报我。是。客官，请。2位客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我。哎呦，王公子，好久没来了呀！多赢点，多赢点。那儿呢？这逍遥楼原本就是做这类生意的，鱼龙混杂的赌场，消息自然灵通了。走吧。等等，去这种地方打探消息，自然要有些门道。门道？齐三公子锦衣华服，腰带玉佩，头戴玉冠，富贵非常。可就是这脸嘛，我脸怎么了？这脸白白净净，斯斯文文，就是这眼睛太精明了一些，一看就会骗人。我如此温和敦厚，又怎会骗人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可是我这法子就得要会骗人。这是我糊涂了，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！哎，你可要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，人傻钱多的富家子，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。哎，小生初次进城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也只知知乎者也。今日偷跑出来，想找个乐子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你也要记好了，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，可千万要小心谨慎。如遇凶险，我一摸鼻子，你便要小心收敛。嗯，记住了，走吧。站住！追他！站住！别跑，乞丐！别跑！站住啊！起来！好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给我打！看什么看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说，今天给那对找老妇的人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大哥。小混蛋，你想找死是吧？大哥，饶命！赶紧说，要不今天要你小命！我说，我告诉他们去逍遥楼打探消息。以后给大爷管好自己的嘴，走。这位公子，看您贵气逼人，紫气东来，今日定能财源滚滚啊！公子，里边请，玩两手，瞧瞧。
瞧瞧，公子请。请。兄弟，买大买小啊？大。哼，122，你输了。大哥厉害，小生佩服。再来一局吧。好。我还压大。哈。再来。哈哈哈！输了，你今天运气不好。怎么还要来？你这次输了，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。来。小兄弟，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。哼，爷爷，我今天手气好得很，不需要。大，是小生赢了，是小生赢了，小生赢了！这是作弊，不算。哎，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，大度有容、笑口常开的耳报神，怎么不算？哼，原来是大东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小兄弟，这么好的手气，得再玩两把。我做个东。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。请。我也要来，乘胜追击方能破敌。再来一局，我全下。好。你呢？我压大。3个1，豹子，庄家通吃，胜！好嘞！嘿，小兄弟，赌局的规矩，愿赌服输，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？啊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，多少有点不太道理。嘿，说的对，但你还有钱吗？哎，那是家中长辈所赐。这么个破石头，你真的拿我耳报神当叫花子？少了，这儿还有，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若是他输了，便让他打白条，让他家人还。啊，大哥，这万万不可呀！这个不行啊！没事的，这一把全赢回来。行，好，有胆识。我耳报神开门做生意，来者不拒。既然是豪赌，二位压价请。慢着，你我二人皆是赌场老手，我看这一局谁掷骰子都不合适，要不
挑个新手如何？说的有道理。这逍遥楼是我的地盘，咱不能让外人说我欺客呀。是啊。这骰子由谁来摇？你选。我不行的，小郑只会执笔写字，不会这些东西，我不懂。哎，不会就对了。你来摇。兄弟，看你了。我试试。失敬。无妨。好了，我先选小。那我就选大。大。慢着，二豹神，我跟这位兄台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不知道您赌什么？来，是东家。二豹神，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您就这么些银子，怕是有些小气了吧？依我看，若是您输了，就把这半个逍遥楼输给我们俩。大胆！好大的口气啊！哎，好，我依你。但我也提个条件，这把如果你们俩输了，打明儿起，在这逍遥楼给我当牛做马，你们俩的私产都归我。啊，那岂不是把我祖产都全押上了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完了，哎，好，开。开。我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我明明吩咐他，吩咐人把这骰子动了手脚。胡说！这骰子难道是刚才掉在地上的时候？失敬。是你换了。您的骰子在这儿。您的骰子摇大摇小，还不是您说了算？我们二人怎么会这么傻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？二豹神，你这半个逍遥楼以后就归我们管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也无心为难二豹神您，只是听二豹神耳听八方，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所以特地来此跟您询个消息。问。我们再找一位瞎眼老太人，想必以您的神通，已经知道他是谁，在哪儿了吧？早就听丐帮的兄弟说，有2个人在外边瞎打听，就是你们俩。耳豹神果然神通广大，我们二人也知道，此事背后牵连颇多，才斗胆拿着半个逍遥楼来跟您换消息。
若是您肯帮忙，刚才这赌局便不作数了，这逍遥楼也还是您的逍遥楼。我二豹神敢输，你们2个外地来的小子敢拿吗？您大可以杀了我们2人了事。不过，刚才楼下的赌徒也都看见我们上了楼，如若没有安然出去，我安排的人会去报官。我知道以您的手段平复得了官府，不过因为这样一个小事摊上一宗麻烦，这不值当啊。况且，我们也都是打开门做生意，这一点钱财，小小心意。罢了，我二豹神本来就是卖消息的，愿赌服输。你们要找的人在白雀庵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属实迫不得已，还望前辈海涵。不必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你2人速速离去吧。晚了，恐怕要节外生枝。多谢。官爷，他们已经查出瞎眼老太在白雀庵中，务必办好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是。干什么？往哪儿钻呢？小喜姑娘说了，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不让进去打扰。哎，兄弟，你看这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，一直在内院没出来，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？依我看呐，三少爷就该多出来走动走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是不是？一个马夫还管起少爷来？哎，不敢不敢。哎呀，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？